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佛历7月上初四，万象大雨，25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4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1.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07基普，跌幅 0.1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1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小幅震荡下行的走势，大盘微幅高开于 1318.23 点，盘中最高触及 1319.12 点，随后受部分权重股下跌拖累震荡走低，盘中最低探至 1306.61 点。截至收盘，大盘指数最终报收于 1311.82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6.02 点，跌幅为 0.46%。昨日市场成交活跃度较为温和，全天总成交量为140万0300股，总成交额为23亿4532万9千基普。QU 4只个股录得上涨，其中农业及开发类板块表现相对亮眼，老挝农业表现最为强劲，昨日逆势上涨40基普，收报1730基普。浦西开发延续走高态势，上涨20基普。外贸银行作为权重股之一，昨日温和上涨10基普，收报2320基普。值得注意的是，该股昨日交易极为活跃，成交量高达49万9500股，是支撑大盘的主要力量之一。三万尼同样微涨10基普。QU 3只个股出现回调，金融与石油板块承受了一定抛压。联合发展银行昨日领跌市场，股价下挫50基普，收报8200基普，全天成交10万4800股。其较大幅度的下跌是拖累昨日大盘收阴的主要原因。老挝石油股价震荡下行，下跌10基普。马哈腾小幅回调5基普。昨日其余5只个股表现平稳，以平盘报收。中老证券昨日虽然股价未发生变动，维持在225基普，但交投异常火爆，全天成交量高达53万1000股。老挝电力与万象中心股价各自稳定在2260基普和1140基普。总体来看，昨日老挝股市呈现出量能分化、指数微跌的特征。虽然有中老证券和外贸银行贡献了极高的成交量，且外贸银行等权重股极力护盘，但由于联合发展银行等部分蓝筹股跌幅较深，最终未能扭转大盘整体走弱的势头。预计短期内市场仍将维持震荡整理格局，投资者可密切关注高成交流量个股的后续动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024万4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5万2000基普，跌幅 0.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1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68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36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开幕。5月19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在万象召开。会议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西苏里主持。会议重点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党中央领导工作成果及经济社会、预算、货币计划执行情况，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基层政治建设、农村发展与扶贫工作的报告草案，决定将提升农村发展与扶贫工作上升为国家议程，同时审议了关于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及反浪费的决议草案。2. 老挝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开幕。5月18日，老挝与俄罗斯联合特种作战培训演练暨联合军事演习在老挝库马达地面部队军官学院开幕。老挝国防部副部长塞哉库马西中将与俄罗斯东部军区司令助理伊万塔拉耶夫上校共同主持。本次演习旨在深化老挝、俄罗斯两国两军长期友谊，提升联合协同作战水平，维护地区安全。老方强调，
参演官兵应深入学习俄方演训理论与原则，密切配合，确保圆满完成任务。开幕式后，双方共同观摩了俄方展出的单兵武器及无人机等装备。3. 华潘省首届非木质林产品交易会开幕。5月18日，华潘省首届非木质林产品交易会暨绿色市场在桑路县开幕，活动将持续至5月22日。华潘省省长彭苏因塔翁及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本次展会共设70多个主议展位，旨在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广特产品。活动包含产品展销、产销对接及非木质林产品升级研讨会，重点关注红菇开发、咖啡园养蜂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等。彭苏因塔翁对德国和欧盟的资助表示感谢。他强调，华潘省森林资源丰富，必须坚持绿色市场理念，通过参与式管理，深加工增值和信贷支持，壮大基层经济，确保生态可持续发展。4. 沙湾拿吉省公安厅移交141名电诈嫌疑人。5月15日，沙湾拿吉省公安厅将涉嫌电信诈骗的141名犯罪嫌疑人及大批作案工具正式移交至老挝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以便依法进行后续诉讼。本次移交的嫌疑人包括中国籍26人、缅甸籍2人、柬埔寨籍13人、泰国籍100人，其中女性共46人。现场缴获并移交的作案工具包括台式电脑122台、笔记本电脑9台、电脑显示器9台、主机2台以及手机720部。5. 沙湾拿吉省公安厅富四县校园开展反打拐宣传。近日，沙湾拿吉省公安厅反打拐警察科科长格沙本巴瑟中校率队，赴省内4个县的中学开展反拐法律与危害宣传活动，共588名师生参加。警方在宣讲中阐述了贩卖人口的定义、欺骗伎俩及危害，指出贫困、失业及盲目外流是导致受害的主因，并举行了互动问答。格沙本巴瑟中校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提升师生对人口贩运危害的认知，呼吁大家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诱惑，积极参与防范，保护自身及家人免受不法侵害。6. 瓦代国际机场查获10多公斤走私犀牛角。5月15日，瓦代国际机场各部门联合行动，成功拦截一起跨国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执法人员在检查一架从安哥拉入境老挝的航班行李时，通过 X 光机发现异常，经实物查验，在一件纪念品雕像内查获企图夹带走私的疑似犀牛角制品4件，总重10.1公斤。据悉，本案涉案嫌疑人为一名越南籍男子。目前，老挝执法部门已介入，正依法对此案展开进一步调查审讯。7. 老挝咖啡亮相2026，韩国引导全球咖啡节获青睐。5月中旬，受韩国咖啡协会邀请，老挝企业沙巴西咖啡代表老挝、携波罗芬高原巴松地区的烘焙咖啡及精选原豆咖啡，亮相在韩国釜山举行的2026年引导全球咖啡节。老挝驻韩大使凯马尼奥拉布出席活动。本届咖啡节齐聚15个咖啡产国及上百家国际企业。沙巴西公司高管敦巴西因塔帕迪表示，韩国成品咖啡商及各国客户对老挝咖啡展现出浓厚兴趣，公司正研究韩方进口政策与物流费率以对接出口。沙巴西公司董事长苏沙万坎沙万苏强调，下一步将全面提升生产流程与食品安全标准，积极构建海外网络，推动老挝优质咖啡走向国际市场。8. 川矿省查扣17名深夜放歌扰民青少年及酒吧业主。5月14日，川矿省公安厅禁毒警察科联合相关部门突击检查了一家娱乐场所。此前，警方频繁接到居民投诉，反映该店深夜违规超时营业，噪音严重扰民。执法人员在现场当场抓扣了正在举行派对、聚集饮酒并吸食笑气的青少年共17人，含6名女性。经审讯，涉案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已交由其监护人领回管教。同时，警方对涉事酒吧业主进行了严厉警告和教育，勒令其不得超时营业，严禁为青少年聚集吸毒提供便利，并声明若再犯将直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